让你立刻动身去香港述职。眼下的这些弟兄们，还有我呢。这也是我眼下最担心的。我会再次请示台湾，能走的一起带走，不能走的就地遣散。长期潜伏，只待国军卷土重来，再重振河山。莲娥，我们一起走。你是想违抗军令吗？这份电文当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到我妍娥的名字。我走不了，也不想走。为什么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人各有志。你能不能不要每天张口闭口就是共军那些东西啊？毛泽东选集第1卷，你看了多少遍了？留下来的弟兄们，有谁不想走？这哪里能是你决定得了的？我为什么要看共党著作？我党一路溃败，到台湾气血双亏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元气，所以我才看共党著作。我要在里面找到答案，汲取养分，武装自己，最终能咬紧牙关，好好活下去。妍娥，念啥？念那上边的字儿。今夜我要与你啥了？永诀。啥意思？谁写的？接着念。满街狼犬，遍地。这俩字儿太麻烦，不认识。荆棘，遍地荆棘，给你什么属呢，我的孩子？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，把祖国的荒沙耕作成美丽的园林。这是解放前关在这儿的烈士写的诗。这是烈士蓝地狱写的诗。是儿，马小五，我问你，个人荣辱得失，在烈士面前算得了什么？你以为我愿意带你吗？如果不是组织开口，你在我这儿就是个屁，还不带响，拎不起来的阿斗，怎么对得起组织对你的一番苦心？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一个国民党狗特务当我师傅。谁是国民党？还能是谁？谁是谁知道？我告诉你，马骁，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苏区时期打入到敌人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你笑什么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呢？上坟烧报纸，你糊弄鬼呢？你要是共产党，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你敢把这些话对谁烈士说一遍吗？
这些是给你写交代材料的，别干别的啊。让我写交代材料，让我交代什么呀？你写什么，交代什么，这是你的事。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纸和这支笔交给你。也不知道这韩科长要关到什么猴年马月，我还等他出来给我当介绍人。什么介绍人？入党需要介绍人，同样的，那找对象也需要介绍人。干嘛需要介绍人啊？喜欢谁，自己去追啊。我哪有那本事，就得靠人介绍。为什么呀？我一见到女娃子就脸红害羞，跟个绵羊娃一样。作为侦查员，胆怯那是大忌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露出了马脚。跟我说说，喜欢的姑娘是谁？文书，冷眉山。嘿嘿，那个姑娘不错。同学们、同胞们，苍天悲悯我中华大地，少年中国绝不能再让独裁者拖进战乱。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，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；指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，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。万岁！要民主！我们要自由！反对独裁！你们俩一个为娶，一个为嫁。这样吧，从今天起，我来训练你。听着，你的第一个任务，以1个月为限，把他追到手。能办到吗？我俩都不认识，韩科长还被关着呢，这连个介绍人都没有。你还得设计一个行动方案，给我看看。人家是中学毕业，我这连识字儿都是部队扫盲班解决的。这侦查员啊，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不能看似不可能，你就什么都不干了。你还饶了我？你这是耍我呢吧？这样吧，我不为难你，任务再调整一下，以半个月为限，半个月之内把冷眉山追到手。2个月以后，你们登记结婚，但记住一点，不要借助任何外力的因素，尤其是不能动用组织手段去压他，要靠自己的本事。啥？哎呀，完不成也行，我去跟陈局长商量，脱下这身军装，你呢就回陕北放放羊啥的。你这是让我死啊！想死呢，我不拦着你。鬼子溜！把手指头给我放下，听见没有？敢拿手指头指老，指我！韩科长，你说咋能在半个月之内追到冷眉山？半个月？你疯了？这么着急解决个人问题？我这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，你连个介绍人都没有。你找过小冷了？找到办公室了，这还没打招呼，这腿肚子就钻筋了。我呀，建议你还是换个追求目标。这女同志多的是，小冷不适合你。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你让我当介绍人，我总得对她的情况有所了解吧？我已经把敌情都摸清楚了。韩科长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还真上心了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有人给你出什么馊主意了？存心想要耍你啊？谁敢耍我？
这事儿是吕布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！我要不愿意，谁敢强迫我呀？韩科长，你既然已经打探好敌情了，就把他的事儿告诉我。这冷梅山喜欢啥，讨厌啥，咱也做到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他呀，毕业于山城同文中学，那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女中，能进那里边的非富即贵。哦，他家庭出身不好。他父亲是民族资本家，但一直同情革命。解放山城的时候，给解放军提供过帮助。算是红色资本家，吓我一跳。小冷同志喜欢苏联文学，尤其是高尔基的作品，他基本上是能够倒背如流。这个什么基是啥人啊？他还喜欢音乐，能用俄文演唱苏联歌曲《山楂树》。我这唱革命歌曲都跑调。他喜欢养花，经他培育的兰花呀是芬芳满园。小武，你知道什么是兰花吗？兰花，我知道兰花花。他讨厌男人身上有汗味儿，这山城一到夏天就十分闷热。你说你要是真和他生活在一起，这一天得洗多少次澡？我这一忙起来，我连脚都不洗。他讨厌男人粗鲁，你能如何在短时间之内让自己变得斯文起来？那只能装了。就怕你装都装不像。你觉得你还有希望吗？至少他没结婚，我就有希望。韩科长，你说他算不算有资产阶级思想？算，小资产阶级思想。这是弄的什么狗屁行动方案？狗屎一堆，丢人现眼！给我捡起来！还什么上人家家里去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？你想干什么？当自己是童养媳啊？我是想先把感情培养好，不打没把握的仗。打仗，连他妈女人都搞不定，你打他们什么仗？这往后混进敌人内部，遇到社交场合，你被人骗了，还得给人数钱。我这把心都快挖空了。从小到大，除了我妈，我连个女人手指头我都没碰过。纯洁不代表你能干。这上边还写着什么？必要时跪下来向他表决心，用我的党籍发誓，要永远对他好。啊？你他妈的党籍就这么无足轻重啊？为了一个女人，你竟敢拿党籍来发誓？那些扶不上墙的烂泥溜阿斗才会这样丢人现眼。吃你这套的女人，档次也高不了哪儿去。党籍，党籍在你眼里是个啥？老周，坐，来，我不做。老周，咱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，行吗？你说的我这老脸都没地方放了。马小五是我推荐给你的，你打狗，你总得看主人吧。老陈，我已经是很给面子了，否则像这种煮不熟、蒸不烂的蠢货倒贴给我，我都不要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认错！认什么错？滚！滚！什么东西？你也配做共产党员？拿党籍来发誓？你忘了入党的誓词了？老陈，少叫我！你看你还给我黑上脸了。我说鬼子六，说到底，你也就是个编外人士。三大纪律8项注意，听说过没有？不许打人骂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你就学着点儿。
别把那军统和军阀的臭恶习带到革命队伍中来，毒害我们革命干部。我问你，马小五他怎么就不好了？他就是个陕北娃，苦出身，从懂事就扛枪打小日本鬼子。你想让他有多少文化？你怎么不骂蒋介石啊？和国民党一打又是3年，你让他哪有时间去学习啊？老陈，你看看你，你还护上团了。哼！你说我不该打骂马小五，可你刚才的那一席话，句句捅我心窝子。我是编外人士，我上哪儿去学3大纪律8项主义呀？我不打人，不骂人，我做给谁看呢？做给你看吗？老郑，你没有拿我当同志，你让我做着同志的事儿，却不拿我当同志。老郑，有本事啊，你叫我同志。我知道，你是希望马小五好，严师出高徒。我是说，你今后跟他说话，能不能别拐弯抹角？他心眼直，理解不了那么深刻。你就看在我的面子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还不成？如果他真不成，你是撵是留，我姓陈的绝不说个不字。好吧，但愿你说话算话。我说假话都算话。马小五，到。你是好是坏，混成什么样，我不会难受，难受的是陈局长。你们是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革命情感，明白吗？不论干什么，不把自己学到的本事用上，那就是犯错误。我跟你说话，你看着他干什么呀？你是学侦察出身，难道就没有想到用自己的特长吗？您说让我跟踪他，那你不了解具体的情况，怎么找到正确的切入点呢？我已经调查了解过了，包括他的身高、体重、嗜好，就连他走路先迈哪条腿我都知道。这点儿你倒走得挺快啊！不是我走得挺快，是韩科长替我先走的。那这些信息你都利用上了吗？咋利用？他平时在食堂里边都打什么菜？肉末茄子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喜欢吃肉末茄子。对，食堂里边有好多道菜，他除了喜欢吃肉末茄子，他还喜欢吃什么菜？你知道吗？比如说，这个青椒炒肉，他喜欢吗？他如果讨厌吃青椒炒肉的话，他是讨厌青椒呢，还是讨厌肉呢？还是两者都讨厌呢？那么刚才说了，茄子肉末他喜欢吃，那他一定不讨厌肉，他讨厌的一定是青椒。那回头你给他打一份青椒炒的菜，能讨他高兴吗？哎，这么一分析，就能知道他的饮食习惯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有些情报啊，其实不用对方亲口告诉你，你只要动动脑子，答案就有了。干我们这个职业，不怕没脑子，就怕不动脑子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可是你哪儿这么多可是啊？师傅，可我跟他根本说不上话，我不能没事老往女同志身边凑，会被群众议论的。说你笨，你还真是笨的可以。
你就不能找个合理的借口啊？他平时都喜欢什么呀？麻辣烫。你看，你就知道吃。我说的是业余爱好。养兰花。那么好了，你去找他，你就说你也养了几盆兰花，可是总长不好，让他来给做个技术指导。这，你不就有话跟他说了吗？他要是拒绝了，天下的女人都有虚荣心，这是铁律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抱上一盆看上去长势不怎么样的兰花，低三下四的去请教他，那即使被他拒绝了，他这心里边不反感你啊。有了这样的基础，一旦你被拒绝，你就找一个坏天气，瓢泼大雨啊，你淋得像落汤鸡一样；再不就是烈日炎炎，你这都快中暑了。你抱盆长势不怎么样的兰花去了，让他看在你赤诚的份上，救这盆长势不怎么样的兰花，他能拒绝你？那对于两个有共同爱好的人来说，你还怕没话跟他说，还不知道这日后怎么跟他相处？马小五啊，马小五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什么叫高人？把人都琢磨到这份上了，他从谁的嘴里套不出情报来啊？老周，无往不利的战绩，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啊。有没有运气，我不敢说，但实力的确决定一切呀。师傅，怪不得你那漂亮老婆为你连命都不要。原来你一上手就能抓住她的心。这女人啊，一旦被人抓住心，就和被人牵着鼻子没啥两样啊。小虎，我多嘴。算了，别打了啊！同志，在下小马，大名马小五。马同志是这样，我养兰花也只是业余爱好，水平有限，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对不起，我手头还有工作，上班时间我就不跟你多说了。小冷同志，下班了以后呢？不怕，还有下回。离你说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，我咋觉得是泥娃子到水里打架，这自己找死啊！听天气预报了吗？明天有雨。小冷同志，坐，我坐呀。无功不受禄，我怎么能吃你的饭呢？谁说你没立功？你救了我的兰花，还给我上了半天课。坐。你要让我不光能爱兰花，还让我知道以后该咋养兰花。以前我心粗，领导就对我说：“你得养花，花养好了，心就细了。”之后我就琢磨，我该养啥花。我到花市上转了一圈，发现就兰花好看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迷上了兰花。可是没文化，干啥都不行。
眼看自己的花一天比一天蔫，我心里着急啊，就好像割掉了我一块心头肉。要不是同事提醒我，我真不敢冒冒失失的上门打搅你，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，让你在百忙之中还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帮助我。我请你吃顿饭是应该的，我家人都为革命牺牲了，我还没有结婚，连对象都没有，津贴都花不出去。不过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你以后有啥事儿尽管来找我，我拼了命也会报答你的。啊，不用，同志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就是，以后我还有文学方面的事情要请教你。我喜欢苏联文学，尤其是高尔基的作品。你也喜欢高尔基？啊，我读过他的《童年》，在人间，还有我的大学，我还会背诵海燕。真的？我也会背诵海燕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，在高傲地飞翔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茄子？你爱茄子，爱高尔基，还爱山楂树。你洗过澡了？我现在每天洗3回澡，早中晚各一回。这陈局长的爱人去上海出差，还给我带了瓶雪花膏。你闻闻，我早闻到了。我这身上香着呢，这脸白了，皮肤也细了。你也不说暖了。我在努力说普通话，说的不好。这同事笑话我说我这是醋溜普通话。有人说呀，女人心海底针是最难琢磨的东西。其实呢，不然，再千变万化的女人，唯一不变的是需要别人对她注意，对她关心。而如何掌握好女人这个心态，它是一门学问。以退为进，不急不躁，正是我现在的战略思想。就像当年跟小鬼子周旋一样，我是将小冷同志的情感波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我知道马急了要跳槽，兔子饿了要吃草的道理。让他一下子喜欢上我，这不太现实。不过让他马上知道我的好，以后就容易多了。对，掌握了事态的主动性，你就会越来越顺利，直至乾坤定定。你现在不急不躁，掌握分寸，面对现实，会越来越渐入佳境的。
好。还有啊，你要调整一下打法，不要一天到晚的去朗诵高尔基的什么海燕，那东西你能会几句啊？啊，弄着弄着就露馅儿了。你呀，给他讲战斗故事，讲你的偶像是保尔柯察金。自古民女哪有不爱英雄的？你看我真是的，说好了就送你回家的，这路上没话找话，才跟你讲打仗的。不讲了，不讲了，看把你都哭成这样了。再讲一个，再讲一个就不讲了，好不好？这都2过你家门了。事不过3，咱们再走一程，你再讲一个，我一定回家。一言为定。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是这样的一位战斗英雄。我真不算什么，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，我做的太微不足道了。我们村有400多户人家，除了老汉和碎娃，每家都有男的参军。可解放后呢，一统计，活下来的就只剩下仨，都快成了寡妇村了。我真不算啥，真不算啥。我崇拜保尔柯察金，我要努力成为像他那样一个用钢铁炼成的人。文姐，还在赶写材料呢。啊，人家马同志知道你在加班，没带饭，就特意给你带来了，还说了吃完了不用洗，把饭盒留在传达室就行了。什么饭啊？茄子烧肉。听说呀，上级要提拔马同志了，文姐，你可要抓住机会哦，和他共同进步。过了这村，可就没这店了。这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？我还没有做好恋爱的思想准备。你是不是嫌弃他是农村干部呀？不会浪漫。你看看这张纸条吧。是诗呀！世界是这么广大。友谊是这么真诚，生活是这么美好呀！我们又是这么年轻，好会写诗的农村干部哟！考虑考虑。吃了吗？吃了。在我们陕北老家，人一见面就问吃了吗？喝了吗？也喝了。洗干净了。你快到家了。你这样每天送我下班回家？啊，每天都送。送一辈子？不对，还不能送一辈子。为什么？
从那天以后就不送了。下班以后一起回家。那一天，就那一天。哼，真是乱弹琴！一个单单纯纯的女同志，就被你们这些家伙鬼心眼的算计了。男大当婚，小五，谈对象有什么错吗？搞对象没错，可我总觉得这……你觉得什么？他强迫冷梅山了？没有。那你还唧唧歪歪的干啥？我总觉得哪儿不对。有什么不对的？我也说不清。既然说不清楚，你就在这上面签字吧。这次呢，签的是恋爱报告，下回就是结婚报告了。老周，这件事是不是不够光明磊落啊？这叫什么话呀？一个侦查员他不讲究策略能行吗？你知道有多少侦查员是栽在了一根筋上吗？这马小五赶鸭子还真赶上去了。11天里啊，把个人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老周，这种带徒弟，除了你呀，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。我这人素不按常理出牌，喜欢乱拳打死老师傅。这小五啊，笨，脑子不开窍。我呢是找个办法，让他开窍。在马小五追求冷梅山的这段日子里，韩冰被关在监房里，开始无休无止地写交代材料。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待了多久，未来还要待多久。日子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流逝。外面的花开了，香气随着无孔不入的风从窗缝间钻了进来。韩冰却在苦苦思索如何度过这一关，不想自己的人生历程就此画上休止符。这个你拿到，共军查得你能够保留这点家弹，死了不少兄弟，也有多点用。子弹不好弄，我先下去了。我教你的联络暗号，你都记住了吗？我问同志，你找谁？来人的一个苦友，多年失散的苦友，他是我同甘共苦的心上人。大不同来了，坏了！抓车我！抓车我！抓车我！那两个人是特务，抓车我！吴老板，吴老板！
还上车吗？不上了，不上了。那我关门了啊。我送你。哎，师傅，停一停。谁没买票的，赶紧买票了。啊，我们这儿2张票，到哪儿啊？终点站棉纺厂。来，给。哎，姑娘，你是不是把我当特务了？没办法，例行公事。你说这要是真遇上了，我们小老百姓的又能怎么样？这不有解放军同志吗？话是这么说，还是别遇上的好。什么？司机同志，我刚才看你过了一站，你怎么没停呢？您这车的终点站是哪儿？是叫棉纺厂。可我看这方向，好像是要开到公安局啊。别动！不想死的都给我坐好了！快点！喂，报告陈局长，群众电话举报，有疑似供述的人劫持了14路公交车，正向市郊棉纺厂方向逃窜。群众有没有伤亡的？只留下了司机、售票员和一名军人，其他的全放了。传命令下去，立刻在主要干道上设卡堵截。是。接看守所。啊，我是陈国华，马上把周志贤带到我办公室来。韩冰看见看守带走了郑耀先，预感到有事情发生了，但他束手无策。郑耀先和公署的案子再也不用他插手，这意味着他失去了立功赎罪的机会。被敌人俘虏过，无论你再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都无法掩盖这丢人的事实。公树这小子做事儿总会留后手，不过这次有点奇怪，这好像是不期而遇的突发事件。这么说，连你老周都没有辙了？既然交出的徒弟青出于蓝，那说明你有本事。可话又说回来，
你自己也想想，这徒弟要是把师傅打败了，你这老脸往哪儿搁？激将法，别管我用什么法，只要能把公主捉拿归案，我什么都依你。他们在前面，跟上！快停车！大夫停车！我开枪了！严恒，看好他们俩。好。共军听着，你们要是不想让我杀人，赶紧打道回府，别再穷追不舍了。空军师侠，逼迫我们停车！严娥，把那两人看好。啊！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！严娥，看好那司机，让他开快点。啊！快点开！好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？那辆公交汽车已经冲破市郊的第1道防线。那公树离第2道防线还有多远？5公里。一旦冲破第2道防线，那宋小安就可以过来接应他了。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。就算不硬冲，特务的看家本领就是渗透，而公树偏偏又擅长这个。难道就让他这么跑了？你听我的。虽说郑耀贤，你要是再说这种屁话，我就跟你急。公树是杀过小日本鬼子，可他也杀害过我们的同志，血债累累。解放后潜伏山城，继续反动立场，作恶多端，祸害百姓。知道，但是你不要逼他。鱼死网破，对大家都不好。我们还是关心一下，他下一步会怎么做。你们俩听着啊！虽然你们沆瀣一气想害我们，可是我并不想报复杀人。但是，只要你的脚一离开油门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要想早点获救，那就祈祷油箱漏油吧。野鹅，别看了，外面全是山。共军肯定会在前面设置路障。第2道防线已经布置妥当，形同虚设。我们能想到的，别人也能想到。恐怕公树现在已经有了对策。我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猫腻。你看，这条公路没有岔道，一面是山，一面是悬崖。他还能有什么咒念？如果他选择跳车呢？跳车？往哪儿跳？跳崖？这崖底离路面最近的也有30-40米，不把他摔成肉酱。离崖底最短，那是江湾，对吧？对，下面就是嘉陵江。你是说，公树会在这里跳崖求生？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江面上吧。你看看你培养的这些对手，实在是高，让我不佩服你这鬼子六啊都不成。这条路前面没有岔道，你我的大限就在今天了。未必。自打我一劫车，我就想好了，还有1公里，我就到了江湾了。那又怎样？下面就是嘉陵江，那里的水最深。我明白了。这种求生方式你没有试过，我不敢保证入水之后你的小腿会不会抽筋儿。把它带上，也许生还的可能性会大一点。
你怎么办？听天由命，看自己的运气。我还赌命，跳！放我出去吧。这个我做不了主，要请示前副部长。是怕我逃跑？怕你逃跑？恐怕是赶你都不跑。有一个办法，不会让别人起疑心。什么办法？把我以周志前的名义交给地方监管。你到底要怎么做？公署的警惕性非常高，除了我，他任何人都不相信。我这么说，你明白了吗？你是想用自己钓他？对。他现在是惊弓之鸟，你怎么接近？他一定会来找我。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呢？不信你就走着瞧。剑走偏锋，未尝不是妙术。停！你干什么你？你让我干什么你？啊！我不想活了。说的。可是来来回回这方圆50里，方圆50里我全找遍，我就是没有找到他。公叔命大，死不了。你说话算数吗？你忘了啊？我能家会算的啊！公叔死不了，你信我。你能家会算，你是他兄弟。我是他兄弟。你说他没死，他就没死。他死不了。公叔失踪了。我在想，公叔也曾心怀天下，有志四海，却误入国民党的歧途，一味于忠于孝。唉，造物弄人呐。是啊，我请示过前副部长了，你可能这2天就会要被转走，交给其他部门来监管。作为周志前，你是因证据不足才被无罪释放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历史就是一片清白。所以啊，在移交地方个人档案中，你还是具有重大嫌疑的历史反根。只要不杀头，我能撑得住。中国人民多少年肩负着3座大山的压力，一旦翻身当家做了主人，对待敌人自然是充满了阶级的仇恨，出拳出的都是铁拳。你自己啊，要有个思想准备。我是不是跟土豪劣绅一个待遇啊？差不多。看来为了郑介民，为了公署，我还得继续隐藏下去啊。陆汉卿同志能为你做的，我也责无旁贷。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？把韩冰放了吧。你为什么要替他说话？他是个难得的人才，留着不用怪可惜的。再说了，谁也不愿意当俘虏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公署放他生路，其实是圈套，借我们之手毁灭他。你能担保他没有变节吗？他要是变节，你们还能找到公署的老巢吗？现在这个局面，都是公署设计好的。
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，利用我们自己的同志，在精神上彻底摧垮韩冰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其实啊，我一直在做努力。我保证啊，这不是假公济私。你好。你好啊。你好。你要再这么没脸没皮，我可要报告看守了。哎，别，千万别，千万别。我要出去了，你需要带点什么？你非说我是郑耀先，没证据啊？无罪释放。站住！退回去！在你身上找到证据很难是吧？但是是蛇就有7寸。什么意思啊？要是由我来调查，未必抓不到你的罪证。你看，我这热脸还贴了冷屁股了。你等着。啊，行，我等着。我打的就是你的7寸。这是一次有史以来最别开生面的道别。白石辉画的线就像是楚汉界河，将郑耀先和韩冰隔在了两端。历史将这对冤家的怄气尽收眼底。他怎么会被放了？郑耀先能无罪？他是不是疯着？为了抓捕公树，我们牺牲了一名连长。上个月刚结婚，媳妇还住在连队没走。和平时期，依然需要有人流血牺牲，因为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反攻和光复大陆。郑耀先就是这样，作为新中国的一名侦察员，开始了新的任务。来到山城远郊的10口劳教农场，继续隐姓埋名。郭文志，你看看这个新来的，就凭他这腿脚，这身板，安排他干什么活呀？我看就让周志贤去厨房帮忙，他没犯什么大错，就是来这儿接受一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再教育，提高一下政治觉悟。让他在社会主义的大熔炉中，尽早做个新人。马同志，你的任务是把人带到劳教农场，至于分配他去干什么，那是我们的事。好，那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先走了。算了，刚好食堂缺人。郭安哲同志也发了话，就让周志贤去那儿吧。这个，按照农场人员的伙食待遇，你要尽快熟悉岗位。你天不亮就要起床，负责清扫厨房和备料。这活儿比较轻松，累不着你。只要你不是把带泥的红勺直接下锅，就没人敢横挑鼻子竖挑眼责怪你的厨艺。啊？这啊什么呀？这直接入口的东西不得讲卫生啊！
以后啊，我就是你的，也不能说是管教，就算指导员吧。我叫郭文志，私底下你可以叫我文志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是一个在文学上有志气的青年。我写过一首小诗，叫《农场的早晨》，在省报的文艺版上发表过呢。如果你有空，我给你看看。省报编辑啊，专门给我寄了样本。那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了。别您了，你就行。把人都叫老了，我还年轻小伙子呢，刚参加工作。这关照呀，也谈不上，主要是看你个人表现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啊，你会见到老赵，他是食堂大师傅，为人比较老实。他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准啊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勤快和懒。老赵，来新人了。新人旧人都没得关系哦，只要不是懒人。哎，周志前，以后啊就在你这儿干了。嗯。哎，我说，在这儿干活路偷不得懒哦。那你先忙啊。您这的蒜味啊，窜得人鼻子生生的疼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喜欢闻啊，还有好多人喜欢，你还专门拿到这个使劲闻，还生吃嘞。那你先忙，你先忙。要得。哎，你会干啥子？哦，还请您多多指教。干啥子虚嘛？你会啥子就说出来，我好给你安排活路啊。手让我看，手让我看一下。哎呀，我一看你这个手就晓得，你对厨房的活路啊，那是10窍通了9窍，哼，1窍不通。我这个还得向您学习。不行，你不要谦虚呀。切菜洗碗会不会？洗碗还可以，但是做饭做菜肯定不敢在您面前班门弄斧。那当然哦，你都有我这个水平啊，你就在这儿上班了。哎，洗碗你不要小看哦，洗碗那有很多方法的哦，咋个样子洗得干净，咋个样子洗得省水，咋样子洗得快，那都是有方法的。是。哎，你会不会切菜呢？切不着手指头，但肯定没有你切得快。那肯定，因为我切得快了。哎，你当过官啊？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。晓得，这个徐东秀同志啊，派人专门跟我说了你的情况。他跟我说你是个啥子，这个反革命嫌疑啊？是。没得啥子，想开点哈，就是个嫌疑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啊，问题比你严重的人啊多得很。只要你呢好生改造，是吧？认真学习，对不对？先走就是剥洋葱啊、洗菜开始学，慢慢就学会了啊。万事开头难。哎呀，只要你拿出痛改前非的这种精神，要不到好久啊，你就改脱了。这个嫌疑啊，他就没得了。不对，这个嫌疑没得，你就光剩下反革命了。应该是这个反革命的嫌疑就没得了。对。哎呀，光站着看干啥子啊？做活路噻。哎，好，我来试试。来，来，你把这里切了。好，咋了？脚还不方便啊？伤残。哎。
我也要走了。家父生前老友帮了忙，总部同意我回台湾。连你也要走了？台湾遥不可及，和大陆我们这些留下来的兄弟们是越来越远了。为党国卖了10几年的命，我该做的都做了，现在也该替我自己打算打算了。你还能打算？而我自尽中统，就始终是一枚棋子。彼此啊。乱世中雨打浮萍，吾等命运不为自己左右。党国的旗帜上曾经有我流过的血。人生既我如此，也算是可悲可叹。我现在只期盼能去台湾，为我老母西前尽孝，养老送终。我就不知道老天愿不愿意帮我，让我完成这个心愿。国事迷来，仅凭我一己之力，已是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。我宋孝安非贪生怕死之辈，但我却有高堂继续奉养，无奈在作死下策。如果老天有眼，公叔不死，你要是在台湾见到他的话，请你一定转告他，我不会再行玉石俱焚的念头。虽然党国抛弃了我，他不会再抛弃我。我等着他，我等他回来。我就不信，我一辈子等不到一个七夕。剩下的这些弟兄们跟着你，就苟且求安吧。台湾鞭长莫及，凭你们反攻大陆，那是无稽之谈。人们说女人当在战争之外，人类划分男和女，女人应孝亲相夫教子。燕娥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。儿呀儿郎身高呀高万丈，赵光平同志，请注意了。赵光平同志，请注意，离家属前来探视，离家属前来探视，请做好会面准备。请做好会面准备。小五，哎，师傅，您看看，1、2，这是昨天晚上6点截获的，是隐藏在山城的国民党敌台发给台湾保密局的一封密电。这破译员破解了双重加密之后，对于这2个数字就再也无能为力了。我严重怀疑这是3重以上的加密点。陈局长说，请您过目。不管是几重，是不是把破译员都难倒了？台湾保密局会不会更换了密码？1、2，今天是几号
2月1号。那敌人不会傻到利用日期做密码呀？这很容易让对手给破解的。要不我把它发到北京，请前副部长找专家看看。留在山城的国民党特务中，谁最有可能直接和台湾保密局取得联络？据前来自首的军统特务报告，是宋孝安一直负责电台。我查过宋孝安的档案，他是个孝子，对吗？是啊，山城解放前夕，他几乎是倾尽了所有家当，搞到了一张机票，把自己的母亲跪着送上了去台湾的飞机。那有没有可能，他是想通过台湾保密局，给自己的家里捎个口信儿？以前在军统的时候，宋孝安一般是不会轻易动手杀人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信奉道教，怕杀人折了他的阳寿，所以啊，每次执行任务之前，他都会拜神烧香，抽个签儿。难道这次他是要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？您到底要说什么呀？你去把吕祖灵签给我找来。啊？这不封建迷信吗？让你去就去。哦，是。来，都过了饭点了，快吃了。馒头是我蒸的。人家老道根本就不外借，最后都骂我是土匪了。那你没给吕洞宾他老人家磕个头赔个不是啊？我是无神论者，谁信那个呀？咱们的破议员啊，肯定也是个无神论者，所以他不会想到吕祖灵签儿100签儿。这咋说啊？宋孝安啊，不愧为是个老军统啊，他抓住了我们共产党的软肋。他知道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、无神论者，所以啊，这信仰有时候也是一处要害。你翻到第12签，看看上面写的什么。刘阮玉仙，10日坐，1日行，鸡头有水，不爱立前程。问道如何敬？刘阮天台不误人。这都啥跟啥呀？把它倒过来。就我这文化水平，还倒过来？10日坐，1日行，鸡头有水，不爱立前程。不爱立前程，不爱立前程是指一切准备就绪，前途没有障碍。鸡头有水，鸡在这里是指露出江面的岩石或者小石山。鸡头有水是暗指码头。小武，山城现在在行运的码头还有几座啊？山城的川江码头，那儿走客船。昨天晚上6点发报，过了1天，是什么日期啊？今天下午6点。今天正好是2月1号，所以1日有可能就指今天。6点有客船吗？有一班去上海的。前一段我送一个同事回老家，他坐的就是这班船。至于10日坐，这表明他10号要出门，去哪里干什么？应该是这2句：问道如何敬？刘阮天台不误人。问道如何敬？应该是问道入何敬？
刘阮在这里。这是借喻《幽冥录》中刘晨、阮照二人。天台也并非是仙女居住的天台山，而是暗指世外桃源。两句连在一块儿分析，那就是在异地他乡耽搁的时间太久，想要回家。到时候，别忘了派人去接他。现在全国上下，还有哪一块地方是国民党特务最向往的世外桃源呢？台湾？情报内容就是这样。小武啊，该怎么做，你清楚了吧？哎呀，这帮狗特务还真能绕圈子啊！哦，对了，前副部长说让您跟我一起执行任务。什么？他说宋孝安是个久经沙场的老特工，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起疑心。您跟我一起去，我比较容易抓他。啊。哎，你跑哪儿去了吧你？找你半天。管教找我谈话。是，就你忙，别个都是闲人。哎呀，来，快把饭拨了。哎。